11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将于12号到14号访华，并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博雷利此次访华可谓一波三折，数度因不可抗力推迟。不过，欧盟日前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并可能进一步放大对华贸易争端。一系列错误行为会否影响中欧对话氛围，引发外界关注。中方欢迎博雷利高级代表访华，并举行新一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这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将为下阶段中欧高层交往做好准备，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汪文斌指，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挑战。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事实上，欧洲方面早在上周就已披露博雷利即将访华的消息。根据欧盟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消息，双方将就中欧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挑战和多边主义等议题展开讨论，并为即将举行的中欧峰会铺平道路。但就在本月4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正式启动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未来欧盟可能会根据调查结果对华加征临时反补贴税，此举也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博雷利访华期间，中欧将如何就此事展开讨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外界预计，博雷利将持续为欧洲内部兴起的对华去风险进行辩护。新加坡联合早报指，欧盟当前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既希望与北京保持平衡的互动，又避免过于依赖中国。双方在上个月举行了疫情后首次线下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对继续推动合作达成共识。不过，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频频对中国输欧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也将为中欧关系回暖蒙上阴影。当然，也希望呢，博雷利的访华能够呢，为当前中欧之间这种可能的潜在的贸易冲突，能够画上一个休止符。如果说博雷利他能够通过自己个人的政治声望，能够对欧盟的决策产生呢有利于中欧双方的这种影响，那么实际上未来呢，博雷利访华还是值得期待的。更引发外界担忧的是，英国《金融时报》10号引述消息人士放出风声，欧盟计划在本月下旬与美国举行的峰会上宣布对中国钢铁制造商展开反补贴调查。知情人士指出，华盛顿曾要求布鲁塞尔对中国钢铁制造商采取行动，换取美国不重新向欧盟钢铁征收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时征收的关税。2018年，特朗普举起钢铝关税大棒，宣布对来自欧盟和中国的进口钢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10%的关税。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于2021年10月达成协议，取消钢铝关税。不过，欧盟委员会拒绝就可能的调查予以回应，但含糊地表示确实会努力消除关税威胁，并解决非市场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问题。外界认为这番回应其实就是针对中国，而在此之前，欧盟已经对中国20个等级的钢铁和不锈钢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方面还设定了进口配额作为保护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向深圳卫视表示，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更是对 WTO 规则的滥用。这种措施呢，显然是这个滥用了那么 WTO 法律里面的有关的这个授权以及这个贸易保护的条款，对这个中欧贸易，那么对中欧关系呢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对欧洲的这个工业的这个恢复，那么欧洲对外经贸关系网的这个修复呢造成不利的影响。德国经济周刊严厉地批评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认为此举只会导致欧洲本土的汽车工业无法实现转型。报道认为，欧盟委员会毫无证据就怀疑中国人为压低电动汽车的价格。然而，中国的成本优势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与其征收反补贴税，不如想想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欧盟呢，自去年以来啊，它的经济增长形势确实呢，不够理想，或者说陷入一种持续的经济低迷当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从欧盟的决策层来看，他们还是希望通过对外转嫁这种矛盾的视线，
来从而呢能够为自己一来呢就是撇清责任，另一方面呢，从目前欧盟内部面临的危机来看，他们也急需在外部树立一个经济上的假想敌，来重塑欧盟内部的协调和一致。而中国目前来看呢，是他们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不只是汽车行业，欧洲此前传出还要对中国风电、光伏产业开展反补贴调查，这也让欧洲自身能源转型、气候目标的实现更加充满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能源专员卡德里希姆森正在中国访问。欧盟网站指，中欧将于12号在北京举行第11次中欧能源对话，双方将就全球能源形势和能源安全以及双方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等问题交换意见。欧盟方面强调，中国是全球脱碳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欧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成功落实巴黎协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欧盟曾设立目标，计划到203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55%，在2025年实现碳中和。想要实现上述目标，仅依赖欧洲本土风电等新能源产业难上加难。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2022年，全球风电整机商新增装机 TOP 10排名中，中国企业占了其中6席，足以证明中国风机在全球风电行业举足轻重的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渲染，正是因为中国，欧洲产业才面临危机，以此为论据，大推去中国化。但日经新闻提醒，去中国化和脱钩未必能让欧洲企业起死回生。欧洲企业自身的运营硬伤，以及通货膨胀、材料和运输费用的上升，欧洲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更加值得担忧。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专员博雷利明天开始访华，那为何欧盟此前要宣布将对中国钢铁展开反补贴调查呢？这不是破坏访问气氛吗？主持人好，你的观察很敏锐。在博雷利访华前，欧盟宣布对中国钢铁进行反补贴调查，确实不利于会谈的气氛，像是有意制造麻烦。而稍早一些时候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一行访华，临行前呢，美国商务部也是把42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好像有意摆坏访问的气氛。欧美呢是如此的相似，显示出西方文化的进攻性和傲慢，掩饰不住的流露出他们的霸凌本性。他们呢可能会狡辩说这是谈判的筹码，是先发制人。不过呢，要说到欧盟还计划对中国钢铁生产商进行反补贴调查，如果付诸实施，还真是欧美勾连，或者说呢是欧美交易的产物，并不是他们所谓的中国钢铁产业有非市场行为。2018年，欧美有钢铝争端，特朗普政府对欧盟钢铝加征关税，欧盟呢对美国威士忌和哈雷摩托提出高关税予以报复。现在美国的钢铁业又遭遇了麻烦，价格高，缺乏竞争力，卖不出去，钢铁工人失业呢成了大问题，甚至成为明年大选的重要议题。拜登和特朗普呢都争着去看这个罢工的钢铁工人。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要求欧盟对中国钢铁生产商采取行动，以换取欧盟钢铁免税进入这个美国市场。欧盟呢为了保护自己的钢铁产业，便细听美国之命，这个计划对中国钢铁制造呢展开反补贴调查。他们的目的呢是，只要欧美同时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钢铁出口欧美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么给他们自己的高价钢铁呢腾出市场。欧美联手对中国钢铁采取行动，除了经济利益考虑外，还有政治因素，就是打着取风险的幌子破坏钢铁产业链，制约中国发展。那么从本质上讲呢，这都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是把经贸变成政治工具。我估计欧盟接受美国教唆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中国钢铁这个进行反补贴调查呢，估计是大概率的事儿。但是欧盟钢铁工业联盟就承认，保护主义无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如何解决竞争力差才是关键。